遭到丈夫和闺蜜的背叛之后，罗英子很快调整自己，在老师梅大良的帮助下进入良城律所，重新振作投入职场，努力挽救自己的人生。表面上看，她似乎已经调理好，找回了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，甚至还有余力为王大福的案子费心尽力，但其实她内心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剑，那就是她始终想不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让丈夫刘明赶尽杀绝。刘明的布局可谓是蓄谋已久，从很早开始就暗中转移资产。出国前2个月，把公司法人改成了罗英子，留下一堆供货商的债务，让罗英子当背债人，自己还在外面借了不少私人贷。最后临走前，不但把夫妻婚后共同的房子抵押给银行，套现了1000多万后转移，又将罗英子婚前房子的房本偷出来给母亲藏匿起来，想要鸠占鹊巢，可谓是算计到了极致。这些所有加起来，金额接近2000万。等罗英子反应过来，并在方力宏的指导下开始申请财产保全，很多事情都为时已晚。最糟糕的情况下，如果刘明永远不回来了，罗英子只剩下2个选择，要么用一辈子去还债，要么上失信名单，无论哪一种，她的人生都毁了大半。夫妻一场又没有大矛盾，很多事情本可以好聚好散，刘明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原因在上一代人身上。刘明当初之所以选择罗英子作为妻子，还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，同意罗英子丁克的决定，是因为罗英子的身上有他向往的一切。罗英子父亲罗炳文是大学教授，在老家当地受人尊敬，哪怕是周厚泽这样的社会大哥，也是久仰大名。而母亲邢佳怡也是一名优秀的教师，可以说是书香门第。而罗英子作为独女，不但自身优秀，有一份稳定的机关工作，父母还在婚前购置了房产。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，其实就2个字：体面。反观刘明，早年间因为母亲生意失败，欠下了不少债务不还，在老家名声犹如过街老鼠。刘明因此过了好几年东躲西藏，被人指指点点的生活。再加上父亲软弱无担当的性格，给他的成长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长大后，他选择进入机关工作，其实也是想和过去的生活切割，想要过上体面的生活。但和罗英子在一起之后，他发现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，自己和罗英子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这也是他最后又听了母亲的话，辞去了稳定体面的工作，选择下海经商的原因。刘明下海经商，其实也取得了一些成功，否则不可能婚后买得起1000多万的房子。但在面对罗英子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觉得低一等。在知道罗英子通过司法考试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是闪躲和苦涩的。罗英子的体面就像一面镜子，她越自在和是优秀，就越是刺痛刘母的心。刘母心生厌恶，时常和罗英子冲突，而这种情绪最后又反馈到了夹在中间的刘明的身上，让他在面对罗英子的时候越来越自卑。这种情绪挤压久了，就会生出扭曲。刘明转移了所有的财产，还留下一堆负债，根本的原因是他想要毁掉罗英子的体面，或者说毁掉罗家的体面。他想要看罗英子上失信名单，想要看罗炳文和母亲一样被生活逼到张牙舞爪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发泄积压的情绪，才能和自己和解，才能够得到释怀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罗英子到最后也坚持要体面的生活，哪怕背上沉重的负债也不愿意转移财产。而罗炳文在知道女儿被欺负后，依旧坚持一码归一码，和好聚好散，依旧善待刘家父母。罗家越是体面，刘家就越是不堪。小城市是个熟人社会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刘母住在罗炳文提供的房子里，看起来占尽便宜，其实内心如坐针毡。当年因为欠债，狼狈地离开老家，如今回来了，却要住在亲家的房子里，这种锦衣夜行的生活让他抓狂。于是刘母提出瞒着刘明，在老家买一处房子，还是当地最好的新楼盘。这就是想让所有人看到自己有钱，想让所有人知道儿子拿了绿卡，想告诉背后指指点点的人，自己现在体面了。而只要刘母出现在售楼处，
很快就会被罗英子知道。其实刘明并没有能够将所有的财产转移出去，还有一些在父母手里，甚至可能是大头。只要找出来证明是夫妻共同财产，罗英子就有机会逆风翻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